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我早知道这个中文句就好了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？哪种情况呀，大明？就是别人夸你，你却不知道怎么说。哈哈，你说的是哪里吗？对，我以前以为是问我哪里做的不好。我懂，那真是一个中文的小坑。我当时心里想啊，我哪不好？真是让人觉得又好笑又奇怪。对啊，我早知道这个中文句就好了。它能帮你少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。可不是嘛，学会它，聊天瞬间变轻松。还有什么句子让你有这种感觉？我想想，还有很多这样的话。是那种听起来简单，但意思很特别。对，比如随便这个词很有用。很多人刚开始都会错理解它的意思。它不总是都可以，有时是没想法。是的，要看当时情况才能用对它。我以前点菜就常说随便，结果呢？服务员不知道点什么，有点懵。哈哈，就是那样。后来我才懂了。你应该说我吃什么都行会更好。这个我吃什么都行就好多了。还有没有让你觉得可惜没早知道的？差不多也让我不懂了好久好久。差不多。哦，那个用处很多的词。我以为是一样，但它其实是比较像。是啊，一点点小不同，有时很重要。比如问事情做到哪儿了，说差不多了。可能还要等一会儿，不是马上好。哈哈，我就常常会把这个弄错了呢。这也是文化不同在语言里的表现。对，所以懂这些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他们是打开文化小门的钥匙啊。没错，早懂这些会少很多麻烦。你觉得对学中文的人有什么好主意？我觉得多听多看很重要。还有要多和中国人说话，对吗？对，要大胆说，不怕错，最重要。很多中国人常说的，书上学不到的。是的，那些都是生活中很有用的知识。很有用的知识这个词用得太好了。哈哈哈，他们真的很有用，是不是？绝对是，能让你的中文更自然更好，还能帮你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。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就很有意思。这些句子真的非常有用呢。你们有什么早知道就好了的句子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哦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快说给我听听。你有没有那种一听就感觉哇的句子？哈哈，当然有啊，那些都很有趣。是不是那种书上真学不到的表达？对，比如吃醋这个词，你知道吗？吃醋，吃醋不是吃醋吗？有什么特别？哈哈，当然不是，他只嫉妒别人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以前总以为是吃醋。我第一次听到时也愣住了，感觉很搞笑。是啊，如果早知道，就不会闹笑话了。对，有一次我朋友说我吃醋了。
你当时怎么理解的？你真吃醋了？我还以为他问我有没有吃酸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，这误会可大了啦。是啊，他当时解释半天，我才明白。我也有个类似的，关于扎心了。扎心了，这个词也很有意思。对，他就是说你心里很痛，被戳中了。感觉被语言击中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有一次，我打游戏输了，朋友说我扎心了。你当时怎么想的？以为是真的扎？我还想，谁扎我心了？没感觉啊。哈哈哈，太形象了，这画面感太强了。我朋友哭笑不得，给我解释了很久。这种口语化的表达真的能拉近距离。是的，而且很能表达真实情绪。你觉得这种词要怎么才能学好呢？我觉得的去多听，在真实对话里体验。比如你听到别人用，然后去问他们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大胆去问别人。或者看一些中国年轻人喜欢的短视频。那里面的表达很鲜活，很地道。还有一些句子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。比如，你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吗？你客气了，很多人以为是你太礼貌了。不是吗？我以前也这么觉得啊。其实它更接近不用谢或者没关系。哇，这太有用了，我总用错啊。你觉得你客气了什么时候用最合适呢？比如别人夸你，你表示谦虚时。对，或者别人帮你一个小忙之后。中国人很喜欢这种表达谦逊的方式。这也是一种社交智慧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显得你更懂得人情世故了。这种不直接的表达方式真的很有趣。说到不直接，我突然想到一个。哦，还有什么更复杂的情况吗？有些时候，中国人说随便，其实很有讲究。随便，这听起来更让人困惑了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个随便。真的吗？随便不是随便用吗？哎呀，你可别小看它，很有意思。我记得我刚来中国时就栽过跟头。哦，快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有次朋友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随便。然后呢？是没饭吃，还是吃到不想吃的？结果他带我去了一家他自己想吃的。哈哈，这很常见啊，我也有过。我当时心里想，怎么不问我呢？对，我们以为随便就是没意见。但在中文语境里，它常常不是。尤其是别人问你意见的时候，更要小心。它可能是给你一个机会来选择，也可以是表示听你的，但不是无所谓。所以如果真有偏好，最好还是直说。是啊，不然就可能出现你那种情况。我觉得随便真是个文化陷阱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别人说随便，但是其实有期望？当然有，比如领导问不要加班。哦，这太经典了，说是随便，但心知肚明。如果你说随便，可能就不太妙了。那你觉得这时候应该怎么回复才妥当？婉转的表达，例如我听您安排就好。或者您看方便就好，
既不直接拒绝，也不盲从。这也是一种给面子的表达方式。对，中国人很重视这个面子文化。不仅仅是随便，很多词都和面子有关。比如，有时候别人请你吃饭，你不能立刻答应，要先推辞一下，表示不好意思麻烦你。就算心里很想去，嘴上也得客气一番。这就叫欲擒故纵吗？开玩笑啦。哈哈，有点那个意思，但主要是礼貌。对，显得你不是那么占便宜的人。如果别人很热情的邀请，你再接受，这样双方都觉得很舒服，很得体。我以前不懂，直接就说好啊，我去。那肯定会让人觉得你有点不讲究。我还以为我表现得很爽快呢，真是误会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很多中文意思很微妙，尤其是那些看似简单的日常用语。没错，中文的语境真的太重要了。我有个朋友，就因为不懂，随便差点闹误会。怎么说？又是吃饭吗？他问同事周末干嘛，同事说随便。然后他呢？约人家出去玩了？他以为同事是想自己安排，就没再问。结果同事觉得他根本不关心，不热情。对，其实同事是想让他多问2句。哇，看来随便真是个大坑啊！是啊，我朋友当时气坏了。因为觉得没被放在心上，对吗？他以为同事根本不想理他。这种沟通方式真让人头疼。是，不像英文那么直接。很多时候要会察言观色。对，我以前还把还可以理解错了。还可以？怎么理解错了？以为是不好的意思，很委婉。哈哈，那可差远了哦。是啊，我错失了不少好机会。其实还可以是中等偏上。真的吗？我一直以为很普通。比如问菜好不好吃，说还可以，那就是很满意了，对吧？差不多是挺好的意思了。哎呀，真是天壤之别啊！还有差不多也很有趣。差不多又怎么了？它可能意味着刚刚好。哦，我以为就是大概。我有次说面试差不多了，那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？结果是我拿到那份工作了。哇塞，这完全出乎意料。所以你觉得它是好是坏？我觉得得看具体情况吧。是啊，语境真是太关键了。那遇到这种模糊表达时呢？你会怎么去确认对方意思？我现在会多问一句。比如您方便再详细点吗？或者说我理解的是这样吗？你说大家平时也会困惑吗？肯定会啊，这真的太难了。所以中国人沟通很含蓄，不直接，要自己去体会。这和我们文化中面子有关。哦，是为了给对方留余地。没错，不让人感觉被质疑。我明白了，要尊重别人的感受。尤其在拒绝别人邀请时，我之前总是直截了当的拒绝，这样会让人觉得你很生硬。哎，
又是一个大误区啊！是啊，下次聊聊怎么婉拒。那个就更复杂了，我常常碰壁。还有送礼物的礼仪更微妙。哇，那也是一门大学问了。我们下次再好好聊聊这个吧。我们上次说到送礼，这个真的特别。是啊，送礼有很多禁忌呢。比如，你送过手表吗？手表，当然送过，怎么了？哦，那可要小心了。为什么？手表很普通啊。因为送钟谐音送终。哇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个。对，所以千万别送钟表。哎呀，幸好我没送过呢。还有剪刀、伞、梨子这些。剪刀、扇、梨子也有问题。剪刀是一刀两断的意思。哦，表示关系要断裂吗？没错，情侣间绝对要避开。我有个朋友就送过伞呢。伞是伞的谐音，离别。难怪他们后来分手了呢。所以送礼真的很讲究。那送什么才算合适呢？通常会送实用或有寓意的。比如送茶叶或者特产。是的，或者一些滋补品。那第一次上门拜访呢？会带些水果、牛奶什么的。这样显得比较有礼貌。关键在于心意和场合。我还听说不能当面拆礼物。对，那是表示对送礼者的尊重。为什么不当面拆开看呢？避免当场出现不喜欢的表情。哦，是为了保护对方的面子。没错，让对方感到舒服。我以前总是一拿到就拆开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哈哈。真是学问啊，送礼太复杂了。那收到礼物时应该怎么说呢？我会说谢谢你，很简单。除了谢谢，有时要推辞一下。推辞？假装不要吗？比如说，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哦，表示客气和谦虚吗？对，是一种文化上的礼节。我懂了，中国人很讲究含蓄。比如你第一次去人家家里，要不要主动帮忙洗碗呢？这个很有意思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要看情况，是吗？这和主人的性格有关。哇，还有这种区分啊！很多时候是看感觉。感觉？那要怎么判断？如果主人说不用啦，还坚持，那可能就是真不用了。对，如果他们口头推辞，身体却让开，那就是希望我帮忙吗？可能就是等着你去帮忙。哇，这太考验情商了。考验你对文化的理解啦。真的，好多含蓄的表达。还有呢，比如别人夸你，我会直接说谢谢你。这样也可以，但有些语境下，是不是要更谦虚一点？对，比如人家说你中文好，我就说哪里哪里嘛。是的，或者一般般啦。这是表示我还没有那么好。对，就是一种礼貌的自谦。
我以前总是直接承认。这样会让别人觉得你骄傲。哦，这和西方文化不同。对，东方人更讲究内敛。看来中文真的很有意思。是啊，每个词都有深意。不好意思也是这样吗？对，它的用途可多了。除了抱歉，还能怎么用？比如你麻烦了别人，可以说像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对，表示感谢又有点麻烦。还有什么有趣的短语？比如我们去餐厅吃饭，结账时要说买单吗？或者服务员结一下账。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句子。是啊，生活中的小细节。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呢。我也觉得收获满满的。今天的分享真的太棒了。对啊，中文文化真的迷人。这些微妙之处学起来真有趣。学会用它们，交流更顺畅。很多句子我早知道就好了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呢？有没有什么早知道就好了的中文句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或者告诉我们你的独家小技巧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面子的学问。哈哈，那可太重要了。期待与你下次空中相会。